剛才我就用空拍機啊，發現在這個樹林之間呢，隱藏着一棟老宅。你看，它就在這裡了。中間又掛上了老人的照片。你看，曾經的這2位老人。稍等一下，這裡還有一個閣樓。现在我走在這條鄉間的小路上面啊，剛才我用空拍機呢，就發現啊，在這個大山之間呢，隱藏着一棟非常古老的老宅啊，我覺得應該是清代的。你看，它就在那個地方，還記得那個非常明顯的耳朵嗎？那不就是嶺南建築嘛？嶺南建築啊，沒錯，這是典型的嶺南建築。那這棟建築啊，它竟然呢就隱藏在這個大山之間啊。剛才我看到的時候呢，發現啊，它的規模還蠻大的，而且這個占地規模這麼大的一棟老宅呢，竟然好像就荒廢在了這個地方。青磚瓦牆，上面能看到有一些文字啊，都被塗抹了，而且再往上面啊，都是水墨畫，但這些水墨畫全部都被塗抹了，非常可惜啊。哦，這是它的大門，你看這上面寫上了“鴻福”，旁邊有個小牌子呢，寫上的是建於1903年，哦，這果然有100多年的歷史哦。周圍這個對聯啊，已經破破爛爛的了，但是我發現最頂上啊那個水墨畫竟然還依稀可以看得到，好像是一個官老爺，旁邊有他的侍女，還有梅花鹿啊和仙桃老人吧，一副喜慶的景象。不過周圍的這些水墨畫就沒有這麼幸免了。你這還有關公的對聯，有人嗎？石墩上面並沒有雕刻，你去看一下。看，高大的木門，非常的結實。哦，你在裡面。有很大的一個門廊，這上面的雕花，左右兩邊是紅色的一些花卉，寫上的是“居人游藝”，哇，特別高啊！有人嗎？你這門啊，都倒在地上了。哇，木抽屉，這裡還有塊骨頭，你看，誰的骨頭？這是什麼？印章嗎？上面有2個竹箱子，還有這樣的竹箱子耶，特別的破舊了。這邊還有很多的衣服，上面都貼上了報紙的。這邊也同樣有一個櫃子，空的，特別的破爛。
上面是一些大綱。这裡面就是正堂了。中間寫上的是“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”。那看來在毛主席之前的那位地主是誰啊？已經不得而知了。底下插滿了香烛。周圍還有一些農作的工具，已經是鏽跡斑斑，上面是用木箱遮住的。那上面還能看到有繪畫，都是水墨畫，這裡面也有，不過全部都被塗抹了，替換成了“毛主席萬歲”。有人嗎？好像是锁上的，打不開。這一面也都是一些農作的工具，应該是水稻方面的。破舊不堪。哦，这门有點不太好使了呀，好像是關住的。打不開，不行。看一下這邊，面的精美的窗雕，上面是蝙蝠，哎，不是，是蝴蝶。廚房，看這裡有2個灶台。還挺大的，這是什麼？這是金屬的，好像是放那個筷子的，應該是竹筒吧？但這不是竹子的，這鐵的喲。你看，這鐵的，嘿，上面還有魚和葉子，有見過嗎？以前？沒有哎。有一對，哇，這個陶瓷，感覺上面好像還有一些雕刻哎，這雕刻還是破了。上面是一個天井，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話，這雨水啊就可以滴落下來，進入到下面修建的這個蓄水池裡面。不就可以養魚嗎？應該不可以，因為它這個蓄水池啊很淺，只能作為普通的生活用水。現在周圍啊長滿了植被。都是一些農作的工具。木窗，能看到隔壁的建築。都有阁楼，看一下上面。啊，
哇，舉高一點，稍等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看到什麼東西。因為這裡啊，它沒有木階梯。房屋裡面，上面還有一幅畫，畫什麼？好像這個小哥拿着一把火進山，然後迷失在山林當中了，還是後面有人告訴他不要帶火進山呢？森林防火之類的吧。森林防火。這個窗戶。这里还有个竹篮子。竹笼嗎？哇，這房間裡面有這個床嗎？好多的生活的物品。這邊是牆壁。上面的閣樓啊，已經被這個塑料袋呢包住了。日曆的時間是2013年。哇，一片雜草林啊，沒法出去。都是大缸，走。這是老宅的側面呢，你看旁邊這裡啊，還有另外一棟建築，我想這應該是老宅的附屬建築吧。上面寫上的是建於1908年，周圍還有圍牆。哦，從這裡啊就可以直接看到正堂。這朱紅色的木門啊，現在只有上面還隱約能看得到一些顏色。底下有一些大缸，上面都是木材，過去都是靠燒柴火來過日子。你看這木鏡，已經看不太清楚了。不行，打不開鎖上的。農作的工具，那是天井。平時下雨的時候啊，雨水下來就可以把這個大缸呢灌滿，然後就可以在這裡啊使用生活用水了。香燭挺旺的，看插滿了香燭。這正堂了，但是你有沒有發現，在正堂的旁邊啊，竟然有老人的一些畫像吧？底下是他們的照片，而上面呢是用素描畫的。我想這應該是清代的兩位老人家吧。過世以後啊，他們的畫像就掛在這裡的，中間都沒了。這裡只有兩個八仙桌，但你看這蘋果。放了很長時間了，上面是喜字。哦，誰還住在這裡嗎？有人嗎？
沒有人。你看，刮了兩褲子。哇，這裡面空氣不太好。是一個木窗。一大股霉味。对，这就是以前的桌子，非常簡陋的生活啊。你以前就睡在這樣的地方，裡面的空間也就是7、8個平方米吧，但上面還有個閣樓哦。這裡還有一塊菜板，直接是把木頭啊砍掉以後呢，做成了一個菜板。伙房，很大的一個灶台。這邊也是一個伙房，上面還有一些碗，看着有點像砂鍋吧？砂鍋，有點那樣的感覺。這灶台都已經破了，從這裡可以通出去。哦，這裡就是剛才我們說到的那個大耳朵的房子了。你看，典型的嶺南建築，上面的那個大耳朵能看到嗎？那邊還有一個，它就只有在正面啊才有這樣的大耳朵，而在房屋的後面啊是沒有的。那在過去，這應該是3進式的建築了。從剛才老宅進去啊，1進室，然後後面這裡呢2進，然後再到後面3進，這挺有講究的。而且你看這個地上啊，曾經的鋪裝呢，全部都是大理石，非常的堅硬。不過現在已經是被踩破了，被破壞了。那後來呢，用水泥啊覆蓋在上面，連上去的階梯呢都是大理石，是不是彰顯了氣派啊？連在這一面的木門上面啊，同樣也有一些繪畫，上面畫的是一些小孩啊和一些老人吧。周圍還有人拿着那種對聯，一副啊闔家歡樂的樣子，蠻喜慶的。有人嗎？開了。非常的破舊，那邊都是空的。看，你看這塊牆啊，就是後來給它填上的，曾經是沒有這塊牆的。所以這應該是2進室，你看這個地方都裂開了。哇哦，中間又掛上了老人的照片，還是素描呢？曾经的这2位老人，这2位老人啊，右邊的這一位是1981年繪製的，左邊這一位呢是1980幾年呢，就看不太清楚了。不過現在上面啊都已經破洞了，全是素描繪製的。這是正堂，
亂七八糟的一些物品啊。有人嗎？哇，好多的衣服啊，破爛不堪。这里還有這種煤油燈，有見過嗎？沒有哎。嘿，各種各樣的煤油燈，還有這種造型的，好像阿拉丁神燈呢。阿拉丁神燈呢？以前沒有電燈嘛，這都是60、70年代以後才有的燈泡。都是一些抽屜。好多的衣服啊！看來是一大家子人啊，當時住在這裡。稍等一下，這裡還有一個閣樓，我上去看一下。哦，你看这上面。非常的凌亂，有大缸，還有好多的衣服啊！而且我感覺這扇拱形的門啊，曾經都用這些泥巴呢堵上了。嘿，你看，射擊的孔洞。窗戶，看一下外面，能看到有什麼嗎？看看周圍的風景啊。旁邊的大耳朵，這是底下，怎麼樣？看上去是不是還蠻不錯的？這就是這個2樓了，或者說是閣樓吧。哇，真是特別的陡啊！樓上還有房間嗎？樓上沒有房間，就是一個閣樓，很凌亂。而且那個拱形的那個門啊，都已經被堵上了，被泥巴堵上了。這兩位老人啊，就曾經生活在這裡的吧？你這邊同樣，這個門啊，也被這些泥土堵上了。這邊還有2個房間。哇，你看這裡掛的衣服啊，都已經是破爛不堪。這應該是個儲物間吧，非常的高。在上面，突然有個天井啊，那水就滴落下來。老人家的衣服，嘿，有人嗎？哦，房間並不大。还有墨鏡，嘿，生活用品。我看一下這個是什麼？一個皮包。都是些衣服。
在老宅裡面逛了一圈啊，發現這個老宅其實還是蠻大的。這棟大耳朵建築呢，應該就是它的主樓吧。不過現在已經被這些圍牆啊，把樓與樓之間呢就隔離開了。看了一圈呢，我發現啊，剛才看到的這2位老人啊，應該就是最後生活在這裡的老人家吧。不過他們離世以後呢，這個房屋啊就沒有人再住了。到最後呢，我們也不知道這棟建築啊，到底是過去哪一個地主，或者說是哪一個大戶人家的豪宅呢？只是現在啊，青磚瓦牆依舊還留在這裡吧。只是四周啊，也是破破爛爛的，真是有一些殘破不堪吧。也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什麼呢？好吧，那這裡啊，也就是這樣了。那我沙森，我是小思。現在呢，我們在這個偶然發現的老宅，那我們的旅行呢又將繼續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打擾了。